世界中的社会简报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2023年，美国已有16000人在因枪支而死亡，包括12岁以下的100名儿童。路透社，美国的卫生和倡导团体宣布，6月2日为全国枪支暴力意识日，人们被要求穿橙色服装，橙色传统上是猎人所穿的颜色，以纪念枪击受害者。这个年度活动始于2015年，当时是哈迪亚·彭德尔顿 （Hadia Pendleton） 的18岁生日。彭德尔顿于2013年在芝加哥被枪杀，年仅15岁。根据枪支暴力档案 Gun Violence Archive 的数据，截至5月23日，2023年已有超过16000人在美国因枪支而死亡，其中包括自杀。这个数字中包括12岁以下的100名儿童。以下是近期一些在美国新闻中报道的枪击暴力事件的时间线。1月4日，一名刚刚提出离婚申请的犹他男子开枪杀死了包括自己的5个孩子在内的7名家庭成员，然后自杀。1月16日，加利福尼亚州戈申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包括1名婴儿在内的6人死亡。2名涉嫌的帮派成员已被指控并表示不认罪。1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的一个农历新年派对上，一名男子用一把高容量半自动手枪杀死了11人，枪手后来自杀身亡。1月23日，就在2天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半月湾，7名农场工人遭到枪击身亡。一名66岁的男子被逮捕，并表示不认罪。2月14日，一名有精神疾病史的43岁男子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开枪，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然后自杀。2月17日，一名枪手在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个农村小村庄杀死了他的前妻和其他5人，他被指控1级谋杀罪。2月22日，一名19岁男子被控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进行的一系列枪击事件中杀害了3人，造成2人受伤。被杀害的其中1人是报道最初枪击事件的电视记者。嫌疑人表示不认罪。3月27日，一名携带重武器的28岁男子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基督教学校开枪杀死了3名儿童和3名教师，然后被警察击毙。4月10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家银行有5名员工被枪杀身亡，枪手是他们的同事，被警察击毙。4月16日，在亚拉巴马州戴德维尔的一个深夜甜蜜16岁生日派对上，有4名年轻人被杀，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6人被控过失杀人罪。4月18日，缅因州农村地区发现4名枪击身亡者，还有3名驾车人员被枪击受伤，警方称这些事件是相关的。一名男子被控4项谋杀罪。4月29日，一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克利夫兰开枪杀死了他的5名邻居，其中包括1名儿童，因为他们要求他停止在院子里用半自动步枪射击，因为声音会吵醒他们的婴儿。他被控5项谋杀罪。5月6日，一名枪手在德克萨斯州艾伦的购物中心用一支类似 AR-15 风格的步枪开火，造成8人死亡，包括儿童。警方后来表示，他有新纳粹主义倾向，似乎是随机选择受害者。5月15日，一名18岁男子用一支突击步枪在新墨西哥州法明顿向人群和建筑物开枪，导致3名女性死亡，然后被警察击毙。助手去世，刘特佐仍在上海。南华早报，一位被指控是马来西亚逃亡金融家刘特佐 YOLO 的前助手在吉隆坡去世。他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被腐败机构审问几周后因突发大脑中风去世。据2月份的庭审证词所述，现年56岁的齐国天曾在 Winton 私人股本集团与刘特佐共事，据称他协助刘特佐在2014年和2015年将现金存入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的账户。纳吉布因涉及 EMDB 丑闻的多项罪名于2022年被判入狱，该丑闻使马来西亚蒙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齐国天的家人通过他们的律师事务所 Valen O 与 Partners 发表了一份声明，敦促停止对他去世的猜测。此前，马来邮报援引马来西亚反贪委员会 MACC 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称，齐国天最近被驱逐出澳门后接受了调查。声明称，他于周一在一家医院因突发大脑中风并发症去世。声明中写道，我们呼吁各方不要对这一不幸事件进行猜测，让家人有空间悼念他的离世。据报道，齐国天据称于5月3日被驱逐出澳门，理由是逾期停留。他离开澳门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据几家马来西亚报纸和在线新闻网站报道，他随后被马来西亚反贪委员会 MACC 拘留接受审问，
然后被释放，没有被起诉任何罪名。根据彭博社周二的报道，马来西亚认为刘特佐与其他涉及 EMDB 丑闻的人一起藏身澳门。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伊卜拉欣 Anwar Ibrahim 今年3月访问北京并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该国加大了将佐洛引渡回马来西亚的努力。观察人士表示，刘特佐这样一个与 EMDB 丑闻有关的高调逮捕将成为安华打击腐败议程的重大胜利，在国内产生积极影响。进行鲸鱼狩猎众包项目以追踪佐洛行踪的调查记者布拉德利·霍普 Bradley Hope 认为刘特佐仍被软禁在上海。刘特佐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经常出现在澳门、香港、深圳和泰国，但在纳吉布的选举失利后，他的活动范围更多的限制在中国大陆。霍普在周二的推特上说，齐国天的名字在法庭证词中多次出现。2019年，在一起与 EMDB 丑闻相关的资产没收案中，他被指定为被告，称其在当年5月的银行账户中有152万令吉，33万美元。法庭官员告知吉隆坡高等法院无法通知他，称他不在该国境内。根据前阿曼银行 AmBank 客户经理尤安娜 Joanna Yu 在法庭作证的说法，齐国天经常拜访佐洛在吉隆坡的公寓。骗子伊丽莎白入狱，吸引了默多克、埃里森。德国之声创造出了史上最大生物技术初创公司 Theranos 的骗子伊丽莎白·霍尔莫斯 Elizabeth Holmes 已经进入德克萨斯州的监狱，他可能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11年。官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可以确认伊丽莎白·霍尔莫斯已抵达布莱恩联邦监狱营地，并由联邦监狱局监管。霍尔莫斯在外界留下了2个孩子，一个是在2021年他的审判开始前几周出生的儿子，另一个是在陪审团于2022年1月对他的4项欺诈和密谋罪行判决后怀孕的3个月大女儿。FPC Brian 是位于休斯顿外的一所最低安全级别监狱，霍尔莫斯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设施中的大多数犯人是因为白领犯罪、轻度毒品犯罪或藏匿非法移民而被定罪的。霍尔莫斯有可能与最多3名其他犯人共住一间牢房。霍尔莫斯19岁时创办 Theranos， 从而成为了硅谷的明星。该公司声称已经开发出能够快速自动化诊断多种医疗疾病的血液测试技术。随着 Theranos 的发展，这位骗子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示人，以独特的中音声音说话，穿着黑色高领衫。霍尔莫斯吸引了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以及药店连锁 Walgreens 等顶级投资者。他还让公司董事会上聚集了前总统内阁成员乔治、舒尔茨、亨利、基辛格和詹姆斯、马蒂斯等高知名度人士。商人拉梅什·巴尔瓦尼 Ramesh Sani Balwani 于2009年加入 Theranos 担任总裁，并与霍尔莫斯秘密交往。到2014年，霍尔莫斯的财富估值达到45亿美元，42亿欧元。然而，2015年，《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该公司的技术并不存在，患者可能得到不准确的结果，导致 Theranos 公司瓦解。2018年，美国司法部对霍尔莫斯和巴尔瓦尼提起了多项白领犯罪指控。霍尔莫斯承认在 Theranos 犯过错误，但否认犯下任何罪行，并声称受到巴尔瓦尼的操控，指控他对他实施性虐待和情感虐待。巴尔瓦尼在霍尔莫斯审判结束2个月后，被判犯有12项欺诈和密谋罪行，目前正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所监狱中服刑，刑期近13年。2人都被命令向投资者偿还 4.52 亿美元。强奸妇女并不那么严重吗？悉尼先驱晨报：3年前，一位女演员在一个颁奖典礼上离场。2019年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演之一阿德勒·哈纳尔在法国凯撒奖颁奖典礼上宣布抗议，因为罗曼·波兰斯基凭借他的电影《我控告》J Accuse 获得最佳导演奖。该片讲述了错误定罪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43年前，波兰斯基承认有与未成年人发生非法性行为的罪行，然后在正式判决前逃往法国。做得好，恋童癖，哈纳尔在离场时大喊道。其他几个人也跟随他离开。我们已经知道今晚会如何发展，波兰斯基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宣布，他还宣布不会参加颁奖典礼，因为他担心会遭到女权主义活动家的公开私刑。在这种可悲的条件下，关于真理的辩护、为正义而战、盲目的仇恨和反犹太主义的电影有什么地方？但是哈纳尔认为给波兰斯基以荣誉就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侮辱。他在凯撒奖提名公布后告诉《纽约时报》波兰斯基的：
我控告获得了12项提名，是所有有资格参选的电影中最多的。这意味着强奸妇女并不那么严重。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辩论。在过去的7年里，通过特朗普时代以及之后#Me Too 运动的呼吁，已经转变为当前右翼对取消文化的迷恋。现在，当代话语似乎经常类似于哈纳尔和波兰斯基之间的争论。给波兰斯基以荣誉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侮辱吗？观看他的电影意味着默认认可强奸妇女并不那么严重吗？如果电影涉及反犹太主义，那么这会对道德平衡产生什么影响？当然，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老生常谈的困境：我们能。第一次约会明星意外去世，享年32岁。英国独立报。第一次约会节目 First Dates 的明星朱迪·菲茨杰拉德 Judy Fitzgerald 去世，享年32岁。在他于5月27日意外去世后，曾任前线护士和助产士的前爱尔兰比基尼小姐菲茨杰拉德收到了各方的悼念。他的讣告写道，他的离世让心碎的父母利亚姆和伊梅尔达、姐姐露西、兄弟威廉、嫂子佩德罗、菲茨杰拉德家族和马丁家族的亲人以及广大朋友们感到非常惋惜。愿他安息。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健身教练和营养师，他在2023年3月参加了爱尔兰版的 First Dates 节目。在他的20多岁时，他代表爱尔兰参加了比基尼小姐世界总决赛，之后在2014年赢得了爱尔兰比基尼小姐比赛，2015年走上纽约时装周的 T 台，并在2019年参加了多项模特比赛。时装设计师维内拉·塔巴金 Venera Tabakin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写道：安息吧，朱迪·菲茨杰拉德，我亲爱的模特和朋友，爱尔兰比基尼小姐和爱尔兰的名人。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的同行选美明星模特玛丽·穆拉利 Mary Mullally 写道：我们的爱尔兰比基尼小姐2014年朱迪·菲茨杰拉德不幸离世。她将在模特和美容行业以及社区中被真正怀念。目前尚未公布死因。重塑关系，珍惜脆弱的联系，接受邀请，重建后疫情时代的信心。卫报。人们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并不奇怪，后疫情时代的我们都曾经历过困难。但通过对有益的思考，重视脆弱的联系和接受邀请，积极的变化是可能的。对我来说，很难准确指出在疫情期间有一个瞬间让我感觉到自己似乎永远的改变了。但我想那应该是在2020年7月的我的生日那天。这个特别的生日正值一段你无法真正见到人，但商店却开放的时间。那时正是香蕉面包食谱、保持2米社交距离和谢谢烤土豆的时候。总之，我戴着口罩，准备好战斗，特意去了一个气球店，买了一堆像饮料一样的巨大氦气气球，心想我不会被这场无趣的末日击败。然而，在这个生日上，膨胀的玛格丽特气球一点快乐都没有带来，它们只是无言地悬挂在空中，指责着我。一场虚构派对的气球，我感到自己又傻又绝望。我知道这不是抑郁、焦虑或者长期新冠症，这是我的自信心。它离我而去了。一开始，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我渴望身边有其他人，尽管我很爱我的核心家庭，但我渴望与外面的世界互动，渴望那种不可预测的交往。对我来说，疫情就像是关押在监狱里，只是你不被允许与你无关的任何囚犯说话或站在附近。我开始在户外游泳，只是为了结识一些人。在最初的几天里，同样合理的是，其他游泳者希望确保我们随时保持2米的距离。我遵守规定，但我感到自己的一部分正在死去。我迫不及待地希望这一切都结束，无论结束意味着什么。我应的尊严，扭转仇恨海啸的局势。多伦多星报。这只是一张巧克力包装上的照片而已，却引发了仇恨之门的开启。来自渥太华的跨性别活动人士费约翰斯通 Faye Johnstone 本以为会遇到一些阻力。在赫希巧克力 Hershey's 的国际妇女节促销活动中，一位跨性别女性必然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她没有预料到3月8日糖果发布后会引发的大量恶毒言论。包装上印有加拿大妇女的肖像，而约翰斯通是唯一一位跨性别女性。她的家人个人信息被发布到网上，她收到了死亡威胁和自杀的呼吁。她不得不封锁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约翰斯通表示，我经历了一种极度侵犯个人隐私和令人心碎的仇恨，这真的是一种创伤。这引发了一场国际丑闻，随后在推特上掀起了一个在北美流行的#Boycott Hershey's
抵制赫希巧克力运动，这在任何人的预料之外。对赫希巧克力包装的反应是时代的一个标志。约翰斯通担心地看到了反跨性别恐慌的升级，这引发了对变装秀的抗议，并为各种推特妖怪提供了素材。在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了反跨性别法案，打着保护儿童的幌子。在加拿大，极右派政党也试图加入这一行列。加拿大人民党领导人马克西姆·贝尔尼埃 （Maxime Bernier） 于5月24日发布了一项反跨性别政策立场。该政策声明攻击了变装故事时间，并表示人民党的政策将使对跨性别青少年的医疗支持成为刑事犯罪，解除联邦对反 LGBTQ+ 转化疗法的禁令，并取消联邦反歧视法对跨性别者的保护。约翰斯通表示，这只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同性恋恐惧症。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大声说。谢谢收看社会简报。